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！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，我身后的小牛呢已经吃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家喂牛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。最近我们在视频的评论里，还有在这个私信里收到了很多朋友们提的问题，最多的就是现在的牛价格是不是已经接近谷底了？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们在建牛圈，然后也准备着这个牛圈一建好了之后，马上就补栏的。很多朋友说现在是不是补栏的好时机？也有人在考虑说，我是补栏的话，我是买公牛还是买母牛？养繁殖的还是养育肥的？因为我们两个养牛的时间不长，所以养牛的经验也不是非常充足，所以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去回答大家的这些问题。首先第一点就是现在的价格算不算是谷底？我们养牛前后不过4年时间。所以对牛的行情的把握肯定不是很充足，我们也很深刻的知道自己的问题。然后呢，关于价格是不是谷底，我觉得未必是谷底，但是也没有太多的下降空间了。今年的上半年，我们卖牛之前2个月，辽中价格有低到9块7毛钱，我觉得已经接近谷底了。它可能还会降，但是没有太多的下降空间了。它不会像23年。5一前后那会儿，从17块多一路降到11块多，就是降幅达到6块钱，一头牛瞬间损失7、8千的问题可能是不会再存在了。在这个价格区间，它无论是上涨还是下跌，它的幅度是很可控的。我觉得这个降幅可控，也就意味着风险可控。所以肯定会有朋友问了，那你说了这么多，现在适不适合抄底呢？我身上的小牛已经给各位答案了。就不管适不适合抄底，我们已经入栏了，所以小牛该养，价格随它去吧。如果赶上好行情，不赔或者小赚那是最好。如果赔的话，我觉得赔不了太多了。现在的行情已经没有太多的下降空间了。那么就聊到了第2个问题，如果说我现在要补栏的话，我是买这种小价位的繁殖母牛，还是买这种小价位的公牛？就是我是搞育肥还是搞繁殖？我们家现在是2种牛都在养着，所以我们也算有一点体会。繁殖母牛跟育肥牛是2种完全不同的投资。如果说我就是个普通的小养殖户，我就养个10头8头的，那其实哪个都行。那如果说你想把它当成一个事业来做，我需要大量的投资，那建议大家要仔细考虑清楚。繁殖母牛呢，它的周期并不是1年。如果你现在买500、600斤的小母牛，你可能需要3年之后才会见到一定的这个回报、利润、收益。那这3、4年需要不停的投资，就是你牛每天要吃，然后需要人工去侍弄，这3年你才能见收益。那有人说现在买大一点的母牛，买宝钏行不行呢？也行，但是现在牛犊价格太低，买宝钏的价格可能略高，然后你，对吧？买回来的时候价格挺高，然后下了个牛犊，牛犊又不太值钱。同样的道理，还是周期比较长，风险呢也是不可控的。除了这个正常的死伤病以外，还有一个什么，就是小公牛的价格会跟着育肥牛的价格而上涨。如果育肥牛赚钱了，小公牛才会赚钱；小公牛赚钱了，母牛才会值钱，这是这么个道理。然后像这个育肥牛呢，就是另一种投资方式。育肥牛可能是说，我入栏之后1年12个月差不多就可以收到回报了，就无论价格是高是低，我的投资的钱都能拿回来。但是这个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？就是短时资金压力很大，因为育肥牛很能吃，它每头牛的饲养成本都不低。如果数量多的话，吃的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，甚至说现在的价格，吃的钱可能比牛都值钱，比牛犊子都值钱。所以要考虑好自己的资金问题。但是育肥牛呢，1年1个周期，无论行情是好是坏，它1年之后会给你一个回报，给你一个反馈。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看的话，我还是更偏向于育肥牛，因为价格本身已经比较低了。如果说牛的价格会有起伏，肯定是先从育肥牛出栏价格会有起伏，然后再传导到小牛身上，最后再传导到母牛身上。所以母牛的周期会比较长。母牛如果现在买的话，3年之后你再看看什么样吧。但是短时间内育肥牛，价格如果咱们不说暴涨啊，如果能稳定到现在这个价格，还是有一点利润可以看的。所以
如果说朋友们现在想补栏的话，我更倾向于这个育肥牛。当然，最终是赚是赔要看自己的养殖方式、养殖技术，还有最终的行情，不是你和我一句话就能断定的事儿。所以希望大家三思而后行，考虑清楚。